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72.55，收盘价是168.5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4.43。最低价是在166.68，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19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34 倍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开口基本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多头的趋势。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上涨后的回档中。我们会看到当日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上方的缺口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最后收盘价在低位。那当日的成交量呢，也是呈现的量增。那这样的一根 K 线呢，又是处在相对较高的位置。那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出现了低开低走，那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走势的。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行，收盘价会在171，在这个位置。那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下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165.5，另外一个点位是在163。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68.54，出现了横盘向下。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呢，出现这样的线型，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上方是有压力，下方是有支撑的。那股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因此呢，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那对于5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7，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和突破我们自己定义的这条下行的趋势线。那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上方的192，就是要收复自4月12日以来的下跌。那上行的这2个目标是不变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0，就是要打破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160之后下行的目标就是152，跌破152呢，就是要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好，这些分别是上行的目标和下行的目标。那对于5月11日盘中，我们要继续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69附近。
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169。那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是否会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还是下方运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出现这样的一个高开盘，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在盘中既出现了反转向下，然后收盘价是收在相对低的位置，那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中红甚至是长红的 K 线。那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啊，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出现上涨。因为前一日的 K 线啊，在盘内出现了反转向下，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它的最低价和前一日的最低价是基本是在一个位置。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在166.5附近呢，是股价是得到了一个支撑，所以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向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要把焦点放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呢，也是在应该是在168附近。所以我们给出这样的一个观察位来看，就是说，在5月11日盘中，如果股价在169上方运行，很容易继续上涨；如果在169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说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将成为一个压力，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继续下行的。好，这是我们给出的盘中的观测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有2个多头的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的话，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在4月27日收盘价160附近，5%的仓位进场抢反弹，目标是165。如果没有出场，将会一直持有，是等待做多加仓的。那么到了5月5日的收盘价是在170附近，我们又给出了10%的加仓，那么目标是173。那如果在5月8日没有出场呢，依然是持有。那在5月10日，股价也是到达了173这个位置。那如果也没有获利出场呢，那目前那这样的一个仓位是要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啊，因为我们在170有加仓，所以它还没有盈利，所以我们在5月11日要给出止损的位置。那么止损的位置，我们要守166。166，目前我们守166是5月11日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好，那我们说一下守10日均线值的理由，就是股价如果是低开盘，那么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也就是在169附近啊，很容易成为压力，因此下方的比较强的支撑是10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说10日均线值比较强的支撑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这个股价继续要维持这样的多头趋势，那么10日均线值才可以称为强支撑。所以因此我们如果我们是看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看多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在5月11日我们要守166，也就是10日均线值。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仓位。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仓位，就是说在之前没有进场，在5月5日收盘价170%，5%的仓位进场抢反弹，目标是173。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有2个交易日173没有获利出场呢，目前也是依然持有。那这样的一个仓位目前也没有盈利，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也是在166这个位置。好，这是2个多头的持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5月11日开盘之后，应该会有空头进场或者是加仓。那他们的目标是160，就是要跌破这个多头的趋势，就是打破这个多头的趋势。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这个缺口的下沿，或者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应该是在175附近。这是他们的回补位。好，那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说如果股价是一个高开盘，然后继续向上呢，那我们说到175这个地方啊，依然或者叫174附近，依然会有空头的加仓。那他们的目标呢，应该是166，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缺口的上沿。对，好，那这是2个空头的进场点和回补位。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会看到，就是股价如果有多头的力量出现，说要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短期多头的走势，那我们说股价如果上涨到回补这个缺口之后呢，我们说股价会很容易出现上行的，因为一个是有多头的力量要维持这样的一个趋势，再有一个就是一定会有空头回补。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是5日均线值，是从169一直到171，这是5日均线值的范围。那第二个压力就是上方的缺口，从174到177。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68附近。然后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166，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们合并，包括前低在166.5。所以第一个支撑，如果我们把它合并，是从166一直到168，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区域。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是在163附近。第三个支撑就是160。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是突破。这个突破我们指的就是突破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和最低。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下行。如果出现向下突破，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69，下方最低会到达164，然后收盘会收在
166附近，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跌破前低，那它的条件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0.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向下突破。然后如果股价是向上突破，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8.5，上方最高会到达177，收盘会收在17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向上突破。好，那如果股价既不向下突破也不向上突破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也就是第二个可能。那如果是横盘，它将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6，最高上方会到达172，然后收盘会收在170.5附近。那我们预测的这个横盘的结果呢，就是说它继续收盘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